2024年，一場延燒2年的三星綠線災情，因為一份外流的文件再度浮上台面。隨之而來的是用戶們熱烈的討論，以及各地標準不一的1200維修專案。究竟這份外流的文件寫了些什麼？同樣都是原廠維修中心，為什麼有人因氣密沒過只能全額自費，有人卻能夠免費換到新電池？熒幕上這條刺眼的綠線，它到底壞了什麼？修了什麼？又換了什麼？今天我將獨家揭露這份外流文件的原始面貌，帶你揭開1200專案與綠線災情的終極真相。ESG 對應的是 Excellent Service Guide，SWACS Team 是印度所屬的 Samsung West Asia Customer Service Team 三星西亞客戶服務團隊。左下方可以看到完整內容，一共有7頁，這是當初外流的第1頁。目的為所有工程師、技術支援中心、客訴處理部門、客戶聯絡中心、舊品管理中心、品質提升團隊說明與教育 Galaxy S20 Plus 機型在保固外按鍵中針對熒幕出現線條問題的服務政策變動指引。有少數客戶反映，在保固期外使用手機時，未出現任何物理損傷、進水跡象，卻發生熒幕線條問題。為支援客戶，決定對上述機型在2022年12月31日前，針對此問題提供一次性免費更換 OCTA。On-Cell Touch AMOLED 總成與電池。接着是一組帶有缺陷特徵的照片。再來，我們看到第2頁。保固指引：保固期間內依保固內案件處理，過保固期間依下方指引申請免付費特別授權保固核准。保固外案件若需申請免付費特別授權保固，請依下列指引處理。授權維修中心需已過保固案件於 GSPN 全球服務合作夥伴網絡建立服務單。授權維修中心需依據症狀提出特別授權保固申請，並附上必要證明。特別授權保固核准後，服務單將轉為保固內案件，授權維修中心即可進行維修交付。接着看到的是三星全球服務夥伴網絡 GSPN 的系統畫面。再來換到下一頁。免付費特別授權保固需注意重點，此項特別授權保固僅可針對此問題申請一次，裝置必須連接 Fenrir 系統，並執行缺陷商品進料品質管控。每一案件皆必須進行防水測試，申請特別授權保固時，必須附上已完成防水測試的截圖。未完成維修流程，請依標準流程遵循 OCTA 驗證指引。申請免付費特別授權保固核准所需的其他相關文件也需一併附上。不適用免付費特別授權保固情境的手機，若手機有物理損傷跡象，例如破裂、損壞或熒幕線條附近的支架顯示區域有凹痕，不適用。若拆機後檢查發現手機內部競業或防潮試紙變色，則不適用免付費特別授權保固。結案時使用的症狀代碼，結案時需使用 TGD Bit Missing 症狀代碼結案。再來換到下一頁。本政策期間，本政策自 ESG 發布日起生效，有效期至2022年12月31日止。提交特別授權保固的必要資料：熒幕線條 OCTA 影像，並包含手機資料或 IMEI 號碼影像以及所有角落與側邊照片，已完成防水測試的截圖，結果可謂通過或失敗。接着看到的是跑氣密測試，也就是防水測試畫面，以及手機的正反面四周與角落的細部照片。接着我們看到最後一頁。重要事項：若裝置通過並符合本指引列出的所有條件，則允許一次性免費更換 OCTA 熒幕總成與電池。有缺陷的 OCTA 與電池需送交舊料廢品管理中心與其他保固內零件相同做進一步驗證。舊料廢品管理中心將依標準流程驗證2項零件，並核對 OCTA Cell ID 與實際缺陷。若舊料廢品管理中心檢查時發現任何異常或不符，該案件將比照其他保固內檢查流程予以暫停或扣款。從中我們可以提取出幾組有價訊息：一、只要符合條件，則允許一次性免費更換熒幕總成與電池。2、專案決定權在各個維修中心工程師，三星總公司只負責最終的審核。3、防水測試的結果可謂通過或失敗。這份文件雖然來源是印度，但身為跨國企業的三星，全球特案政策通常是一致的，不可能在印度氣密測試可以顯示未通過，在台灣卻因氣密沒有通過，進而不符合這個政策。接着我們來看看這些用戶所經歷到的不公平維修待遇。跟我
我一模一樣，我也是20 Plus 綠線，送修太貴，說什麼被蓋不密合，沒有通過專案審查。我平時都裝保護殼，也沒拆過，到底為何會不密合？我台S20今年1月送逢甲，1200專案被打槍，說被蓋脫膠失去氣密，即使外觀無傷也不給過。客服說可以要求送台北審核，但是幾率不大。反推三星逢甲過的幾率低，全機無撞無傷，說我沒通過氣密，暗示過保維修不划算，建議換新機。同樣是原廠維修中心，卻也有網友分享說：謝謝這個社團，今天早上11點到3串處理綠線，晚上8點已經拿到送修的手機，使用專案1200換了螢幕及電池，真的很開心。謝謝。4月30接到電話通知，可以取件，專案價1200元，含檢測費300元，唯一日自行取件。服務人員說螢幕模組全更換，包含電池、邊框喲，真的超開心的，感謝這個社團。昨天送修西門，今天拿回來1200成功，還免費換電池，服務超讚。送逢甲有通過1200專案，換了螢幕、電池跟邊框，現場有備用機可以借。昨天送修，今天就拿到。為什麼明明都是原廠維修中心，會有如此大的差異？到底為什麼？先讓我們把時間倒回到10年前，也就是2016年11月12日。为提供更優質的原廠服務，於2016年11月12日起，分別在桃園市或台北市士林區設立三星專屬服務中心。其中，三星桃園服務中心還可以維修三星家電商品，是全台目前唯一一家可以受理三星家電產品維修的。為慶祝三星桃園與台北士林服務中心成立，台北士林原廠服務中心成立於2016年11月12日。卻在2025年12月4日突然於臉書發文公告，將於3日後，也就是12月7日正式結束營業。更令人錯愕的是，位於2樓的服務中心，早在公告發布前的11月30日便已停止服務。我們透過 Google Map 街景時間的回溯，可以找到一張標注深圳國際招牌的畫面。接着再透過合法公開的資訊來源做 OSINT 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開源情報查詢，在對1樓地址進行工商登記反查後，發現登記於該地址的法人實體是名為深圳國際通訊有限公司的士林粵士分公司。再進一步向上溯源母公司規模，依據工商登記資料，該公司名下在全台曾登記多達33家分公司，但這營運模式究竟是運氣好還是賭人品，我們必須好好的來驗證驗證。還記得剛剛新聞報道中的另一家服務中心嗎？其中，三星桃園服務中心還可以維修三星家電商品。對，三星桃園服務中心。相同的配方，相同的旋律，我們查詢後發現其背後由桃園通訊霸主成鴻科技有限公司負責經營。追本溯源可見，其起家模式以中古機買賣與維修為主，接着是加盟電信商的門號推湧，這正是盈利的主要獲利來源。因此，我們得出結論，智慧館2樓的三星服務中心表面上是原廠直營，但實際上很可能由各地的通訊巨頭負責操盤。這也完美說明了為什麼一樣都是原廠維修中心，卻有着不同的維修待遇，其實背後全是不同公司啊！而且綠線原本可以修你個8000、6000的，換下來的熒幕還可能拿去翻新，重回維修市場中繼續盈利。跑出來這個專案後，衣物換衣物要繳回審查，如果你是加盟商或股東，一定也很不爽。但是，真的有可能翻新重回維修市場嗎？其實，印度那份文件還有隱藏非常關鍵的最後一頁。外流文件最後一頁是服務指引通知不達名單，頁面上半部的 CS Portal Customer Service Portal 中文為全球客戶服務入口，商業模式為 B2B， 下半部的 GSPN Global Service Partner Network 中文為全球服務合作夥伴網絡。簡單說，上半部代表三星公司，下半部代表合作夥伴。合作夥伴可分4類，右下角的 L4 只能處理面板、電路等級的 Level 4維修站，例如神腦、947、1跟2我們之後再說，先釐清 RB 是什麼。從維修單上的零件交換費與文件提到的舊料廢品管理中心的邏輯可推知， RB 可先視為 refurbished 的縮寫，中文即翻新產品。這也能完美說明為什麼這麼多用戶送修1200專案後不到幾個月，就接連繼續出現濾線問題。特別是我拍到了多款不同熒幕故障形式手機排線的微觀畫面後，接下來我會繼續帶你看到濾線背後的真相。